你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让位。我垂眸跪在地上，他皱眉，转身对旁边的工人问：宁心现在是什么位分？回皇上，是常在。那工人答。他拍了拍胸口，吓死我了。听他这话，我还以为自己什么时候不小心封她为皇后了呢。接着他转向我：你一个常在，有什么好让的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爹为了前途把我送入宫中，殊不知我跟皇上陆云剑有仇。选秀那天，他毫不犹豫就点了我，我当时就哭了。晚鸟，他这是想公报私仇。果不其然，点我进宫之后，他便给我封了个最低的位分，常在。其他同时进宫的不是妃就是嫔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常在。然后将我忘在一边，理都不理。姑娘莫要为皇上伤心，皇上国事繁忙，听说其他娘娘也没事情，想来等皇上忙完就会来看姑娘的。丫鬟翠儿企图安慰我，我惆怅看她一眼，心说还是太年轻。我当然知道陆云剑为什么不招人侍寝，因为他有一个喜欢的人，那便是前威武将军林升的女儿林婉。陆云剑便是为他守身如玉的。当年陆云剑争夺皇位之时，林婉他爹林升站错了队。陆云剑登上皇位之后，群臣要求将他们全家处斩，可他却力排众议，只罚林升携家眷去戍守边关1年，并特地嘱咐好好照顾林婉，对他的深情可见一斑。如今1年之期已到，林婉终于要回来了。我堵在他下朝的必经之路，见他走来，快跑2步到他身前，本想只行个普通的礼，却不想被石头绊了一跤，扑通摔在地上。什么人？陛下小心！旁边的公公了吓一跳，急忙把他护在身前。我一言不发，抖了抖身上的土，便这样跪在地上。他用手拨开挡在前面的工人们，好像才认出我般。哟，是你呀，好久不见。我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，直接道：你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让位。他看了我半晌，我正不明其意，却不想他忽然转头问旁边工人：宁心现在是什么位分？回皇上，是常在。那工人如此答。他立刻就像松了一口气，拍拍胸口，吓死我了。听他这话，我还以为自己什么时候不小心封她为皇后了呢。接着他转向我：你一个常在，有什么好让的？ MMP。 我握拳。谁跟你说位分了？我深吸2口气，耐着性子跟他说：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心爱之人回来了，不如放我们出宫，成全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他皱眉：你想出宫？出宫后要去哪儿？我说：当然是各自安好，另觅良缘。他思索了一阵，忽然上前摸摸我的头，叹道：别做梦了，早点回去洗洗睡吧。说完就绕过我，带着一群人径直走开。我呆愣半晌，再三确认自己是被戏耍之后，心里的小火山蹭蹭蹭爆发，一个箭步窜起来，小跑着到他面前，在他惊诧的目光中，冲着他的小腿踢了一脚，接着拔腿就跑。宁心，你给我等着！他在后面咆哮。回到寝宫我就后悔了，自己确实不该冲上去踢那一脚。爽是爽到了，可听他后面那句话，后面恐怕不会有自己什么好果子吃。尤其是我跟他关系向来不好，他还指不定怎么整我。当初进宫时便一再告诫自己要做小伏低，千万不能乱发脾气。果然进宫这大半年都相安无事，哪想今日冲动，还当他是那个半夜翻我们家墙头的少年呢。一时忘了他都成皇上了。小姐，花瓶来了。正思索间，翠儿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吓了我一跳。啥玩意儿？花瓶？想都没想，我脱口道。翠儿在旁朝我狂打眼色，扯了扯嘴角道：是花瓶娘娘。不用她说，我也看见了。花瓶是花侍郎家的女儿，陆云剑能当上皇帝，花侍郎也出了不少力。此时他向我走来，刚我那声喊他必定听见了，我只好假装若无其事，惊喜道：呀，花姐姐怎么有空过来？不才在下，别的优点没有，脸皮比常人厚上不少。我向他行了一礼，毕竟他的位分比我高，而且我不知道他的为人，若因为这些小事得罪了他，后面吃亏的也是我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我又叹了口气，其实也是无所谓的。
谁让我的仇人就是陆云剑本人呢？得罪谁还能比得罪他后果更严重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自从来到宫中还没跟谁有过交流，花瓶无缘无故为什么突然过来？思考间，花瓶已走到了近处。妹妹，姐姐不请自来，不会不欢迎我吧？她笑道。这话一出，我便知道了。棋逢对手，我笑道：姐姐说的哪里话，希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亲密地拉住她的手，转头对丫鬟翠说：快去上茶，要最好的茶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这里什么茶好，但这样说肯定是没错的。她似乎因我的举动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，反手也将我的手抓住，拍拍道：妹妹真是太客气了。我笑得越发灿烂，姐姐难得来一趟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来回几阵交锋，我们俩谁也压不过谁。她突然到访定是有事，我也不着急，就静静配合她表演。这时见她将茶杯一放，我心说要来了，果然便见她皱眉犹豫道：听闻妹妹今日见到了皇上？我一愣，宫中的消息传播这么快吗？这才多大一会儿，她就已经知道了。至此我也不好否认，便也放下茶杯点头道：确实因一些私事去找了皇上。我这样说是提防着他问我去找陆云剑什么事，我干脆拿私事堵回去。不想却见他急道：早就听闻妹妹与皇上是旧识，不知皇上为人如何？看他这吞吞吐吐含羞带怯的样子，我回过味来，知道他找我是干嘛来了。他这是想找我打听情报呀。也是，陆云剑把人都招进来，就这么给晾着，可不是把这些心有所图的小姐们给憋坏了。而且他们不像我，对陆云剑已是十分了解，他们不敢直接去找他，怕反而弄巧成拙。因为毕竟与陆云剑是旧时的，我都躲得他远远的，他们这些连面都没见过的人，自然更不敢上前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觉得他们可怜，因为他们一心想着的那人，心里可再装不下别的人了。林婉一旦进宫，必定是独宠，其他人可不就得在深宫寂寞到老吗？我越想越觉得陆云剑不是人，绝对不能让他把他们给糟蹋了。于是我略一思索，便假装掏心掏肺道：姐姐刚来，我便见姐姐投缘。姐姐既然这样问我了，妹妹定然不会隐藏，只是姐姐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她连忙点头：妹妹放心便是。语气中还有些紧张。我清了清嗓子道：皇上身形高大，容貌俊朗，早先还是王爷时便上阵杀敌，自然是威武不凡。只是……我慢慢说着，就见他眼睛越来越亮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姐姐，你可知皇上为何迟迟不召见我们侍寝？我把手放到嘴边，好像要捂住什么秘密。见他笑容止住，神色紧张。为什么？我面上严肃道：因为皇上在出征时不小心伤了身子。我语气里意有所指。他表情已经不是紧张了，而是一片兵荒马乱，半晌才吞吞吐吐：你的意思是皇上不行？我高深莫测点点头。不错不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他还是难以置信，皇上不行。是这样低。我看他摇摇晃晃，几乎坐不住，知道他确实信了，眸光中笑意一闪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不会上赶着去找陆云剑。陆云剑只管与林婉恩恩爱爱，他们便守得自己的清白。到时他们出宫去，当然也可觅得良缘。只是就是稍微有点对不住陆云剑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一来他的想法不重要，二来自己本就与他不合，三来他都有林婉了，小小流言算什么？而且主要是这么不光彩的事，肯定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说的，所以他注定是不会知道了。我心里越发喜滋滋，不禁为自己的机智得意，却忽然听到门口处一声压抑的怒喝：宁心，你想死吗？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是幻听了，可当我转过头去，确实在门口看到了表情已经扭曲的陆云剑。我不由吞了吞口水，这货究竟在那里站了多久，听到了多少？见他冲我这边走过来，我心中一颤，立刻转过头，严肃地盯着花瓶对他道：花姐姐，刚才我们什么都没说对吧？我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不管陆云剑听了多少，只要我死不承认，就没人能奈何的了我。所以看他一步步逼近，我得赶紧与我的小伙伴达成共识，
疯狂对花瓶用眼神暗示。可花瓶这时候竟带有了花瓶的属性，关键时候吓傻了。他仓皇起身，对越走越近的陆云剑扑通跪下，嘴中高喊：“陛下恕罪！”我僵在原地。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，我是跟着跪下呢，还是站起来解释呢？正想的时候，陆云剑已走到身前，冷冷道：“出去！”那还等什么？我立刻起身就要跑，却被他一只手摁住我的头，又给我摁了回去。花瓶还跪在地下瑟瑟发抖，估计是腿软了。于是陆云剑又是一声厉喝：“滚出去！”花瓶这才连滚带爬，快速跑了出去。此时我还被他摁在榻上，他的大手放在我头顶，我被迫仰着头看他。你刚刚说我不行，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。我没说，我马上摇头，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他于是用双手夹住我的脸，将我固定，脸色一沉，对我冷声道：“欺君可是要杀头的。”我一愣，自己老是忘了他已经成皇上了，而且他成为皇上的时候可是杀了不少人，可以说是心狠手辣的典型了。我与他的关系不能再跟以前一样随意。好吧，我是说了。于是我立刻改口。他又上前一步，我被他禁锢住，动弹不得。眼见他凑得离我越发近，我行不行？你要不要亲自试试？他眼底翻涌起我看不懂的情绪，看起来像是要把我吃了。我莫名有点害怕，不由想起进宫时我爹拉着我给了我许多宫斗的话本子，像是《甄嬛传》《如懿传》之类的，然后指着那些被赐死的嫔妃对我叹息：“傻宝，今天的他们有可能就是明天的你。”听我说我的爹，我真的会谢。现在好像一语成谶。我看着他带有浓重的侵略性的眼神，忽然就慌了。他会不会真的要杀了我呢？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我们俩本来就是对头，让我入宫也是为了公报私仇，所以他杀了我也没有什么说不通的。我的心里忽然一下子慌得很，既慌张又害怕，还带有几分不知所谓的委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委屈什么。紧接着我就哭了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毫无预兆。他好像也慌张了一下，把禁锢住我的手放开，看我的眼神变成了无奈。你哭什么呀？他捧着我的脸道：“你就要杀了我了，我哭一下还不行吗？”我自认为我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，所以一点也不含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？他的语气却是越发无奈，用袖子在我的脸上擦了擦，末了好像还很嫌弃。我难以置信，这人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？他刚刚明明。细细想了想我们之间的对话，他好像确实没说要杀我。我的眼泪渐渐止住，神色慢慢由茫然变成了尴尬。所以刚刚我为啥心里会那么委屈呢？难道就被他一个眼神吓到了吗？他看我表情变化，在旁冷笑，现在想清楚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不接他话茬，端起已经冷了的茶喝了一口，掩饰自己的狼狈。他甩了甩袖子，仿佛不经意道：“你现在的胆子可比小时候差远了。”提到小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看他身着玄服，负手而立，举手投足间不经意露出帝王的威严，心里说：“那你呢？你不早也不是在雪地里跟我打架的少年郎。”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越发低落起来。他却还是不依不饶，开始掰着指头细细算账。上午的时候踢了我一脚，方才在别人面前公然诋毁说我不行，刚刚又企图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说我要杀你。你自己说，我堂堂一个皇上，平白在你这里受了这么多冤枉，该委屈的是我才对吧？我恼羞成怒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这些事都斤斤计较，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我真是服了我的嘴了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他怎么就不服输呢？他认真点点头，很好，又加一条，说我心眼小。说完给了我一个你要玩的眼神，我欲哭无泪，索性破罐子破摔。反正我说都说了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我耍起了无赖，大不了受点罚，他还不至于杀了我。却不想他蓦然向前一步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仔细一看，他的眸光又像先前那样锐利，不过这次我可不会再怕了，便坐直身子，就那么瞪着他。结果就见他越靠越近，
越靠越近。我的心竟然不受控制地砰砰乱跳起来。在他快要贴上我时，终于还是忍不住用手抵住他的胸膛。你要干嘛？我别过头去，心说脸肯定红了。他保持姿势没动。不是你说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推了他一把，自己趁机从他身下钻出，跳到一边，面红耳赤指责道：那你也不能耍流氓呀。不知是不是我跳得有些急，一瞬间我竟有些头晕。恍惚中就听他笑着说：你现在是我的常在，就算我真做点。他话说到一半，发现我的情况不对，冲过来抱住快要跌倒的我。宁心，我定了定神，停了会儿，头晕的感觉又好了。抬眼一看，近在咫尺的他神色变得异常可怕，就像那天雨夜他闯进太傅府敲我房门时那样可怕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手已经情不自禁抚上他的脸，意识到后尴尬的又缩回。我没事啊，起身太快了，哈哈。说着我就要站起来，他却还是那副可怕的神情，固执地圈住我。我愣住，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想到从前了呢？便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小太监的通报：禀皇上，林婉姑娘已接到宫中，在承香殿安置。然后我就看到他眼里霎时升起那么亮的光。我忽然好像知道方才自己为什么委屈了。你既然心中已有他人，又何苦来招惹我呢？陆云剑急匆匆离开后，第二天就传来了林婉被封为皇贵妃的消息。我初听到时还有点纳闷儿，心说怎么不干脆封为皇后？转念一想，林婉毕竟身份尴尬，想来是要等时机成熟再册封吧，比如生下皇子什么的。册封典礼择日举行，陆云剑特地下旨，在此之前众妃嫔不必去请安，他自己则日日去承香殿。我脑袋里忽然想到一个词：金屋藏娇。于是我又回归了出来时吃吃喝喝玩玩的无聊生活。心想，如果每天都这么待着，我可能会抑郁到死吧。而且心里说不出的烦躁。早上倒茶时，不小心将茶泼到了身上，胳膊红了一片，心里更不爽了，所以决定去御花园走走。刚看了几棵秀丽的树，路过一个转角，却听到有人在说话。探头一瞧，却见前方亭子里聚着一大群人，是个宫的娘娘们，包括之前见过的花嫔。他们聚在一起，似乎在讨论什么。我顿时来了兴致，八卦呀，谁能不爱八卦？于是我赶紧往前凑，边走边笑道：这要巧，各位姐姐都在这里呀。我这么说着，一一向他们行礼。悲剧，谁让我位分最低呢？抬眼看了看，撇开已经见过的花嫔不说，还有京兆尹的女儿杜嫔，宣威将军的女儿元妃，吏部尚书的女儿洛妃。除了当朝丞相的女儿岳贵妃和刚被册封的林婉之外，后宫人齐活了。姐姐们这是在说什么？我走到近前，又问了句：这些人我是都认识的，当年在尚在闺阁中时，偶尔会在宴会上遇见。他们看到我似乎有些惊讶，相对来说和我比较熟的花嫔迎了上来。妹妹来得正好，这几天不见妹妹，也不知那日后怎么样了，我们正担心妹妹呢。好家伙，我说他们怎么都愣了一下，原来是在讨论我呢。没想到竟然吃瓜吃到我自己身上。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尴尬地扯了扯嘴角道：还好。我看向花嫔，心说她的嘴也真够快的，不想这一看，竟在她脸上看到了担忧的神色。好奇又担忧，我心说不是担忧我吧？再看其他人，也都是表面平静的神色中暗含忧心忡忡。我正疑惑呢，就听花嫔吞吞吐吐又问：我听闻皇上甚是威严，皇上他就没有对你做什么处罚？我一怔，明白了，原来是陆云剑在外凶名太盛，把他们吓到了。毕竟1年前的皇位之争历历在目，陆云剑从一个不受宠的皇子一步步走上皇位，当时死了那样多的人，可都是他一手葬送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以为陆云剑心狠手辣，对忤逆的人毫不留情，更不用说我这背后说他坏话的了。而且看中嫔妃这样子，那天的事花嫔肯定都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定然也都知道了陆云剑的小秘密。这样想来，陆云剑在他们心目中就成了一个既身体不行还心理残暴之人，确实挺冤屈。而且主要是
这冤屈差不多还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我汗了一把，难得心生愧疚，想着不行就帮他挽回一点颜面吧。于是我笑了笑道：姐姐们多虑了，皇上并未对我做什么，而且那日我所说之事未必当真，毕竟皇上受伤是在多年之前，现在兴许已经找太医治好了。我随口找了个理由说着，却不想我刚说完，立刻就有人附和。杜嫔忙点头道：对，皇上定然是已经好了，否则怎能夜夜留宿承香殿。元妃也道：况且妹妹犯了这等错事也未受罚，想来皇上是个宽容之人，不会对后妃过多计较。洛妃则叹息：大家进宫也不都是为了自己，毕竟身后还有家族，无论皇上为人如何，伺候皇上是我们的本分。花嫔也是一脸喜色：姐姐说的极是。我……等等，这个发展不对呀，听他们话里的意思，怎么好像又对陆云剑抱有期待了？这怎么可以？林婉已经回来了，他们再一个个凑上去，伤了自己不说，还有可能使他们二人之间生嫌隙，最后岂不谁也讨不了好？看着他们一脸欢天喜地的样子，我心知自己方才一心软，终究是错了，得赶紧想办法补救。于是我猛掐自己一把，眼圈登时红了，接着拿起帕子轻抹，装作擦眼泪的样子。他们注意到我的异常，都是一顿。杜嫔问道：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姐姐，我带着哭腔。妹妹想了想，还是不忍心欺瞒姐姐们，说着我往纠结里演。他们一惊，元妃忙问：妹妹此话怎讲？我方才为了不让姐姐们伤心，所以撒了谎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掀起自己的袖子，露出早上被茶烫红的手臂。这是皇上打的。我说，心里默默给陆云剑道了个歉，为了大家的幸福，只能委屈他了。众人顿时凑过来，我怕他们细看出端倪，连忙又把袖子拉上，装作难以忍受，所以痛哭。悄悄看他们一眼，众人已是满脸震惊。身上还有其他地方，我擦了擦眼角好不容易挤出的泪，我自幼与皇上熟识，早知皇上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谁犯了错必定严惩。先前他有一个丫鬟，因偷吃了一块玫瑰膏，竟被皇上活活打死。他们中有人已经吓得轻轻颤抖，我见效果不错，再接再厉。而且皇上特别记仇，心眼小，犯了错被他抓住，即使当时没发作，事后也会找回来。他铁石心肠，任何人求饶都没用。他心狠手辣，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手段。我越说越是眉飞色舞，觉得这次他们肯定死心了。众人已经面无血色，胆小如花嫔甚至扑通跪下了。跪下了！我总算意识到不对，也没回头，拔腿就跑，却被人一把从后面薅住。转过脸去看，果然就见他揣着手站着，四目相对。呵呵，他说，我是被他拽着领子拽到太和殿的。陆云剑全程黑着脸，浑身冒着冷气拽着我，路上碰到的工人们都识趣的避过。我心如死灰，也不挣扎，只把头埋得更低，毕竟还是有点丢人的。进入太和殿，陆云剑平退众人，我警惕他有什么招数对付我。你想干嘛？他白了我一眼，自顾自向前走。我只好跟上，开门进内室，却见桌上酒菜摆满，桌前端坐一人，见我们进来笑道：你们总算到了。正是林婉。婉婉姐。我惊喜地凑上去，这个惊喜可不是假装。我们几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互相都是十分熟识。如今时隔许久再见，尤其是遭逢大变后再见，我确实是打心眼里开心。陆云剑也坐过来，我埋怨道：你早说带我来见婉婉姐啊，害我一路担惊受怕。他冷笑：你不会以为这些事就过去了吧？咱们的账以后再算。我冲他吐了吐舌头。林婉在旁笑：你们俩还是一见面就吵架，一点都没变。他这话里有几分惆怅的意味，我听在心里也有些感慨。往事种种，不论恩仇，都是回不去了。陆云剑往我们杯子里都斟满了酒，我端起来一饮而尽。他一边给我满上，一边斜眼望我：喝那么快干嘛？一会醉了没人管你。我懒得理他，只不过我摇摇头，好像是有点晕，震惊地看向酒杯，心说不至于吧，这是什么酒？刚到肚子里人就要醉了。
可不管我如何难以置信，身子确实是向旁边倒去，失去意识前只记得陆云剑那张满是慌乱的脸。他是不是也吓一跳呢？我做了个梦，之所以知道这是个梦，是因为这里出现的是小时候，赫然是第一次与陆云剑遇见的那一天。那是上元节灯花夜，天下了好大的雪，皇后娘娘在宫中举行宴会，邀请城中一定品阶以上的臣子家眷参加。我爹是太傅，品阶不低，我娘自然有参加的资格。于是那晚，我娘给我梳妆打扮了一下，便要带我进宫。那时我爹刚给我买了个小兔子，我正爱不释手，对于进宫的兴趣不大。可是在我娘的催促下，我不情不愿还是去了。众人按照规矩向皇后和皇子们请安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坐在众皇子最后，瘦瘦小小的，十分不显眼。可我还是第一眼注意到了他，因为那天所有人都在笑，只有他板着个脸，所以看起来怪怪的。请安完皇后，与众人随意问候了一会，便吩咐设宴。我们这一桌正对着皇族那一桌，从我这个角度可以刚好看到陆云剑。跟我同桌的除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，其余都是大人。那姑娘我听人说是威武将军的女儿，名叫林婉。我早就饿了，不管别人是怎样的寒暄，我只顾吃我的。席间尝到一种叫做玫瑰糕的点心，十分不错，于是我掏出帕子，拿了2块包起来。他们看到，一位夫人问我，希儿这是要做什么？我要带回家喂我的小兔子吃。我冲他客气地说，我说的十分认真，却不想大家听完竟都捂着嘴笑了。我茫然，不可以的吗？这次说话的是皇后娘娘，当然可以，这是太傅家的女儿吧，当真可爱。我喜滋滋，毕竟被夸了，向皇后娘娘道了声谢，拿得越发心安理得。无意间抬起头，就看到陆云剑对着我发出一个嘲弄的笑。我忽然间没那么开心了。吃完饭，气氛便没有开始时那般紧张，众夫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皇后娘娘身旁闲谈，孩子们则由宫人们带着出去玩。皇后娘娘在外面的红梅园中挂了许多琉璃灯，每个人可选一盏带回去。我选了一盏做成小金鱼形状的，十分喜欢，由旁边的小宫女帮我拿着，自己脱下斗篷，在梅树下堆雪人。小宫女也从旁协助，她一边给我捧雪，一边跟我聊天。聊着聊着，我忽然想起吃饭时她那个嘲弄的笑，便随口向小宫女打听她的情况。小宫女说她是4皇子，虽也是皇子，但是十分不受宠。我茫然，为什么不受宠？小宫女道，4皇子的母妃是圣上最宠爱的贵妃，可因为生她难产死了，圣上悲痛欲绝，将错全都归到她身。她还没说完，一个雪团打到她脸上，她受惊之下摔了个跟头，只听见卡啦一声，我也吓一跳，尚未有所反应，就见陆云剑从树上跳下来，表情狰狞，不许说我母妃。小宫女马上爬起来跪下，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而我这时也意识到，皇后娘娘赐的我十分喜爱的那盏小金鱼灯碎了，于是我的小宇宙登时爆发，尖叫一声冲她扑了过去。我们俩瞬间扭打在一起。那时候她实在瘦弱得很，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让我呢。总而言之，是我骑在她身上，摁着她薅她头发。等有人把我们俩拉开，大人们急急忙忙赶过来的时候，她的头发已经像鸡窝一样了。我这才发现，拉开我们俩的除了方才的小宫女，还有一人，林婉。小宫女拉着我，林婉拉着她，我们俩依旧互相瞪着。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开口，却没有想象中的威严。我抿着嘴不说话，她也是一言不发。最后还是帮我拎着灯的小宫女将情况叙述了一遍。我本以为这件事会被含糊过去，毕竟只是2个小孩子打架，可没想到皇后娘娘竟然让她给我道歉。这下我反而愣住了。我虽年纪小，可也知道他可是皇子，而且还是我先动的手，怎么样说我给他道歉还差不多。可是皇后娘娘就是这么说的。我悄悄看她的神色，见她紧皱着眉头，不知是羞是怒，愤恨的眼神瞪着每一个人。接着她一言不发就跑开了。皇后娘娘好像很宽容的笑笑，小孩子打闹而已，还是算了。但我分明看到，方才她的眉头皱了一下。事后我娘把我拉到一边整理衣裳，心疼地问我，
伤到没有？我摇摇头，小心翼翼问他，娘亲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娘看我一眼，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啊？我点点头，这么说确实是我的问题了。他又继续道，说起来我也听闻四皇子之事，当年贵妃娘娘难产而亡之后，圣上便对她不管不顾。在这后宫里，圣上的态度就代表一切，其他人不管是主子还是奴才，当然都会轻贱他。我听见这话，忽然有些心酸。同样是打架，我娘在这里安慰我关怀我，可是她呢？只有件事是能确认，就是她没有娘亲。我转身就跑。你干嘛去？我娘在后面喊。我去找她道歉。我说，我是在红梅园中找到她的。因为上元节的缘故，红梅园的树上挂着各种样式的花灯，火树银花，流光溢彩。她就一个人孤单地坐在树下整理自己的衣裳。我跑过去，本想直接坐到她身边，却不想脚下一滑，扑通一声，一副狗吃屎的姿态趴到她的身前。她吓了一跳，再看清是我后皱眉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尴尬地起身，拍拍身上的雪，对她道，我来帮你吧。说着我就想要上手帮她整理凌乱的头发，凑近了我才发现陆云剑脸上还有几个细小的伤口，应该是让我给掐的。他猛然推了我一把，不用你管。我一个踉跄，也不生气，抬头一看，他脸不知道为什么红红的。我正要继续凑过去，就听身后一个声音，咦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回过头一看，竟然是林婉。他笑着走过来，我来是想要带走我的琉璃灯，没想到正好遇见了你们。说着，他扬了扬手里的琉璃灯向我们示意，灯光璀璨，是一个桃子的形状。我客气地向他回礼。陆云剑还是一声不吭，不过我们三人这算是正式认识了。他走近，看到陆云剑脸上的伤口，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瓶子递给他，这是金疮药，我外公是太医，这要是他给我的，你先擦擦吧。真的？太好了。陆云剑还没说什么，我率先高兴地喊，方才看到他头上的伤，我心里真不好意思，现在这要来得及时，我当然十分开心。陆云剑却没接过，他扭头冷声道，不必了。我着急，为什么呀？你现在可是受伤了。他忽然转向我，怒声道，我说不必就不必，不用你们在这里可怜我。滚吧。他激动地一摆手，将林婉手中的药瓶打在地上。林婉被他忽然间吓到了，定下神来，快走两步，将地上的药捡起拿在手里，心疼地用袖子擦了擦。这我可不能装作看不见了。我那时候对于人情世故还不太懂，并不十分明白你想要付出善意，人家当然也有不接受的权利。我只觉得就算你不接受，可你也不能作践呀。把药给我。我对林婉伸出手，表情有些深沉。他一愣，还是把药瓶递给了我。于是我一个箭步扑了上去，轻轻松松就把按到地下，抹开药膏就往他脸上擦。他在我身下挣扎，一边大喊，你住手。我没理他。可是仅仅是以为你好的名义是不能做所有事情的。当那个人明知道是为自己好，还选择拒绝之时，那么能左右这个想法的就不仅仅是为你好的这件事，还包括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尊严。所以当他奋力把我掀翻在地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这次是不是我又做错了。此时我呆呆地坐在地上看着他，他则脸色通红，余怒未消，也看着我。最终还是林婉走过来把我拉起，拍了拍我身上的血道，好了，可别再又打起来，那样子生怕我再冲上去。我哪里还有脸再冲上去啊，心想自己本来是来道歉的，现在倒好，歉没道成又结仇了。于是我迅速展开原本的计划，连忙对他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冷哼一声，扭过头去。我想了想，掏出包在帕子里的点心，对他道，我把我喜欢吃的点心分享给你，我们和好吧。想了想，还是有点不舍，这点心我是准备分享给我的小兔子的。不要。他嗤笑一声，神态依旧是那么冷。不过好在我也已经习惯了，开始发挥我厚脸皮的本领，不用客气啊，你就吃吧。说着，我把点心从帕子里拿出来，先拿出一块给了林婉，又拿出一块塞到自己嘴里，又把另一块给他。我说我不，他一张嘴，我已经给他塞了进去。我喜滋滋看着，
正要问他甜不甜，就见他脸色涨红，猛然开始一阵剧烈咳嗽，显然是噎到了。他的表情那叫一个痛苦。我顿了一瞬，忙把手里的点心连带帕子一块放到他手中，自己跳开。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哈。说完，不管他作何反应，溜了。回来后，我对这件事内疚了一段时间，后面渐渐忘了。本以为我们三人的遇见只是人生中一段小插曲，后面不会再有太多的交集。所以几个月后，当我在我爹的书房看到陆云剑时，我下巴差点没掉下来。我爹还在乐呵呵给我们介绍：宝儿，快来拜见几位皇子，今后他们会经常来府中，你不要坏了规矩。原来圣上近来身体日渐不佳，为了以后皇位继承，对皇子们也越发严格。我爹是太傅，负责教导皇子诗书经略；林婉的爹是将军，负责教导皇子武艺功夫。所以包括太子和陆云剑在内的4位皇子，此刻齐齐出现在我们府中，并且以后还会经常来。看着站在最后面无表情的陆云剑，我很后悔当初不该塞给他那份玫瑰膏的。现在2个人就此彻底结仇，但是已成定局，后悔也晚了。事情果然如我所料，孩童时期男女之防还没人那样在乎。我爹教导皇子们时，我偶尔偷偷溜过去玩，其他皇子都对我很客气，只有他会对我挑衅。一来二去，我们多半会打起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看不对眼。这时太子就会出来劝架，他比我们都大2岁，会用温柔的表情说着严厉的话。我不是很怕他，反而有点可怜他，因为他一直是温和有礼谦逊的样子，像戴着个假面，人这样活着的多累啊。总之我跟他们也混熟了，甚至有时候我会换上男装，跟他们一起去林将军的习武场。他们在习武场上训练，我则去找林婉看他制药。林婉的爹虽然是将军，但自他几一心想学医，所以跟外公苦学医术。他偶尔会给我些美容养颜的丸子，我都是喜滋滋吞下。有时晚上也不回去，直接跟他睡在一起。我爹也不管我，任由我自己去疯玩。太子曾不止一遍感慨，跟林婉比起来，我倒是像将军家的女儿。那天我又随皇子们来到林府，林婉刚好去他外公家里，皇子们都在训练，我一个人甚是无聊。忽然想起林府后院角落的梧桐树上有个鸟窝，我早就想掏了，于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后院，很是费了一番功夫爬了上去。正得意间，透过浓密的枝叶随意往下一看，只觉天旋地转，登时一阵眩晕，竟然有点不敢下去。我使劲扒着树干，尝试着喊了2声，也没有人过来。心想这样事情就有点复杂了，本想掏鸟窝来着，现在鸟窝没掏成，自己还下不去。不过我也没有太担心，因为我是跟着皇子们一起来的林府，他们走的时候找不见我，定然会寻我。而且这个地方虽然有点偏，也不至于一个人都不经过吧。到时我看到下面有人在喊他们就是。于是我趴在树干上静静等着，等着我就睡着了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只觉身子发麻，好在一个机灵没掉下去。不过我发现了另一个让我惊恐的事，就是天色慢慢暗了下来。我惶恐之下又有点无语，难不成我消失这么久都没有人找我的吗？想了想也不太可能，我脑袋里比较倾向于另一个答案，就是他们找我的时候，我睡太死了没听见。这树叶这么密，就算有人从下面经过我不出声的话，他们也未必看得见我。毕竟一般也没人想得到我堂堂一个太傅家的千金小姐在树上睡觉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扯开嗓子大喊。可是这月黑风高，树影婆娑，始终没有人过来。我终于慌了，自己现在这状况，肚子又饿，身子又麻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重要的是，我怕黑，越想越害怕，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叫救命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隐约中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慢慢止住哭声，喊我名字的声音清晰了起来。这声音好像就在树下。我透过浓密的枝叶向下望过去，借着月色看清了，陆云剑他在下面昂着头看着我。宁心，别害怕。他说。哇，我激动的又哭了出来，反倒对他埋怨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别哭，先想办法下来。他继续道。
我听了他的话，知道现在也不是发泄情绪的时候，可心里还是委屈，我就是下不来才一直待在树上的。能说出这句话，我已经不怕丢人了。你跳下来吧，他说，我接住你。我一听这话连忙摇头，那怎么行？你要是没接住，我要是摔出毛病可怎么办？信我。他只说了2个字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感觉到安心，一下子就相信了。那我跳啦，我说着，稍微调整了下姿势。跳吧，他道。深吸2口气，我闭上眼睛，身子朝侧边一滚，一股失重感霎时袭来，接着我便坠入一个柔软的怀抱。他被我压倒，手臂却紧紧环住我的腰。我趴在他身上，脸紧贴他的胸膛，听到他胸腔中心脏有力的律动，不知怎地，我的心也狂跳不止。我猜自己这是吓的。没伤到吧？他问我。我的腿好像抽筋了。我说。他叹了口气，扶我起身，在我身前蹲下。上来吧。他说。我一愣，慢慢扶到他背上，任他轻轻托起我。我则环住他的脖颈，头轻轻靠在他耳边，随着他的步伐移动，耳边的发丝一颤一颤，挠得我心痒。还以为他会疾言厉色吼我说我，没想到他只是淡淡的，与往常不一样，竟然有些温柔。可是这可能吗？陆云剑也会对我温柔？想到此，我伸出一只手抚上他的额头，你没发烧吧？他顿住，再乱动，我把你摔下去了。他冷冷说。我点点头，这才对嘛。回到前厅的时候，众人都不在，一打听，原来都出去找我了。他们以为我被人贩子绑了去。听说太子还禀明圣上，动用了城中禁卫军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我好生愧疚。等大家接到消息，陆续赶来时，我正吃着将军府的厨子端上来的点心。来一个人就问我哪儿去了，我也不嫌麻烦，一个一个向他们解释一遍，然后就看到他们每个人眼里的无语。不过已经注定要丢脸，我也无所谓了。最后赶来的是我爹和我娘，我娘还好，我爹是所有人里最激动的。他哭了，我怀疑我爱哭的毛病就是遗传的他。看到他泪眼汪汪，我也心酸起来。所以就剩我跟我爹抱头痛哭，其他人都在旁边无语的静静看着。过了一会，太子问陆云剑，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在那里？我立刻抬起头，这我也很好奇。却见他随意的看了我一眼，淡淡说，碰巧罢了。原来是碰巧啊。可是太子好像开玩笑说了句，我还以为你平常注意着些儿。这次陆云剑没说话，我立刻道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件事就此过去。我被警告以后去哪个地方，要不带个人，要不跟别人说一声，生活就回归了原来的老样子。只是我跟陆云剑的关系经此一事稍微缓和了点，但还是偶尔吵闹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年岁渐长。我爹语重心长拉着我的手说，宝儿，虽然你人傻，脾气大，长得也没那么好看，但好歹是个女的，为了你的名声着想，就别乱出去跑了。没错，我是到了要顾及名声的年纪，不能再乱跑出去跟皇子们厮混了。我娘开始频繁带我去宴会，给我买漂亮衣服和首饰，请嬷嬷们教我礼仪。林婉也是这样。当我们俩半个月之内第3次在宴会上相遇，她拉着我的手叹道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就是女子。我这才发现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她比我心中要有怨气的多。回去后，我洗漱完躺在床上，难得也思考了下关于自己以后怎么办这个深刻的问题。嫁人，这是不必说的。问题是，我要嫁给谁呢？不知为什么，我脑袋里闪过陆云剑的身影，立刻甩了甩头。怎么想到他呀？辗转反侧间，忽然听到窗子外有动静，像是轻轻击打的声音，就好像有人在外面敲我的窗户。是谁？我问，同时做好了随时尖叫的准备。窗外的敲打一顿，接着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是我。我松了口气，走过去拉开窗子，果然看到了陆云剑。你来干嘛？我问他，自己都没发现，时隔半月，如今乍一见他，心里竟有些欢喜。他目光在我身上游离了一圈，马上避过去。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，这才发现自己只穿了小衣就过来了，脸上当时通红一片，
连忙跑回去披了件衣裳，才折了回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脸色的羞红还没下去，却强装镇定。他脸上噙着笑，嘴上却不饶人。多日不见，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我当然不甘示弱，我谢谢你啊。至此，两人都没有再说话，气氛忽然暧昧起来。此时我在屋内，他在屋外，两人之间隔着一扇窗。透过这扇窗望过去，我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河与皎洁的月亮，以及在我窗前披星戴月的他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他竟不知何时长得这么高了，已经不再是印象里那个被我按在地下薅头发的孩子，而是长成一个潇潇肃肃、爽朗轻举的少年郎，而且还生得这样好看。我的目光不自觉沾到他身上，就见月色下，他偏过头，好像只是随意地说：“喂，我们和好吧。”目若朗星，面如冠玉。我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感觉，只觉心脏咚咚咚狂跳。他见我这样，笑了一下：“你发什么愣呢？”我心中慌乱，心说我也不知道啊。便在这时，门口有声音响动，丫鬟翠儿的声音传进来：“小姐，你做噩梦了吗？我怎么听见有说话声？”我们俩都是一顿。他忽然扶手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改日我再来，你多保重。”我尚没反应，就听他又道：“和好还是不和好，下次来再告诉我吧。”说罢，他一个闪身，消失在夜色里。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，一晚上没睡着。我以为他说的下次会很快到来，却不想后面一直没机会再见到他。听我爹说他表现出色，被封为安王，现在非常受圣上器重，被派去了不知哪个地方评判。甚至有传言，圣上身体现在越来越不好了，所以有意皇位在他和太子里面选。我其实还挺惊讶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得皇上器重。我明明记得刚见他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受宠。当然了，皇位什么的我不关心，我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个和好的事情，满怀期待等他回来。终于听到他回来了的消息，正欢喜，却也得知他受了伤，于是欢喜瞬间变成了担忧。我急急忙忙带着翠儿去看他。他现在是安王，有了自己的府邸，很是威严气派。我等不及下人通报，亮出身份，便闯了进去。可是当我跑着进到厅堂时，却见到他背对着我，正和林婉说说笑笑。林婉应该是刚为他包扎完，忽然抱住了他，再抬起头来，满面娇羞。见到这个场景，我不知为何慌了。等意识到时，自己已经跑开。翠儿在后面气喘吁吁追赶：“小姐，你跑什么呀？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是啊，我跑什么呀？不知是不是我跑得太急，我的头竟然有点晕。一把拉住追过来的翠儿，扯了扯嘴角道：“我身子不舒服，先回府吧。”回到太傅府后，我便不头晕了，只是心情有点恹恹的，脑中时不时想起他们两个抱在一起的场景。又过了几日，宫中忽然传来消息，圣上要为太子和安王选妃，坊间流传是要在我与林婉二人之间选。这消息让府中的每个人都紧张起来。为了此事，圣上召太子和安王进宫密谈，是要让他们自己选吗？我心中暗想，如果是让他们自己选的话，太子八成会选林婉，因为皇后娘娘与林将军是血亲，一来太子与林婉在一起是亲上加亲，二来林将军有兵权。为了以后打算，那定然是选手下有兵有将的将军之女，而不是空有虚衔没有实权的太傅之女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是要嫁给陆云剑了？不止我这么想，大家好像都是这么想。翠儿还满面担忧：“小姐，您跟安王关系那般不好，要嫁给他以后可怎么办？”我没说话，心里虽有些慌乱，但更多的是期待，虽然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。密谈很快结束，让人不解的是，陆云剑竟跪在门前整整一晚。那晚雪下得很大，他伤又未痊愈，所以很快晕倒在雪地里。最后是圣上心软，让人抬了进去。但这件事却惹得流言四起，众人纷纷猜测，是不是安王也对林婉有意呢？我静静听着他们的讨论，心里的期待感烟消云散。结果很快出来，要嫁给太子的人是我。翠儿欣喜，原来安王爷早就喜欢林姑娘了，好在圣上心疼安王爷，准了他们的亲事，小姐也可以嫁给温柔的太子，这结果真是再好不过了。
我面无表情，抬头看着兴奋的他，这会是好结果吗？我没办法回答，我心里只有委屈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为被嫌弃而委屈，还是因为始终没人问过我的意见而委屈，还是因为他不喜欢我而委屈。不管我心里怎么想，这门亲事就这样被定下了。时间是在3个月后，听说是因为当今圣上的身子每况愈下，这才急急忙忙给2位皇子定亲。于是大家开始忙忙碌碌给我收拾嫁妆、裁剪衣裳，我自己却提不起劲。不知是何缘故，我经常会犯头晕症。我爹找来太医也没瞧出什么问题，只说天气渐暖，许是身子乏了。这天，翠儿提议要不要去挑选出嫁的首饰。我虽没什么兴致，不过想到近些天确实一直闷在家里，出去逛逛也好，便随他去到京城里最大的首饰铺子珍宝阁。但是刚一进门，却发现林婉和太子走在一起。他们见到我，神色有一闪而逝的慌乱。我以为他们是怕我误会，便没有在意。果然听到太子解释说，本想挑几件首饰送给希儿，却不想刚巧碰到林姑娘。听到这称呼我一怔，希儿、林姑娘，以前我们在一起玩时，他们都唤我们希儿、婉婉的，如今确实不一样了。太子走上前，打开手里拿着的盒子，问我喜欢吗？我也冲他笑了笑，喜欢的。我说，婚期临近，我在府中待嫁。不过让我奇怪的是，太傅府并没有十分欢天喜地的氛围，反而在忙碌中透着丝丝紧张。我不明所以，去问我爹。我爹说，现在朝中形势很不好，安王不知为何与太子反目，现在朝中众人忙着站队，人人自危。他说着深深叹了口气，连带我也惆怅起来。但这种情况显然不是我能左右的，在变故出现之前，我只能按部就班。夜里，窗外哗哗下着大雨，我被这声音吵得心烦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竟又听见窗外传来敲打的声音。正想着要不要下去看看时，就听见他在窗外道：“宁心，你睡了吗？”我连忙披上衣服，迅速冲过去。见到陆云剑，我一愣。不算他受伤，我去安王府中找他那一次，我们还是好久才见面呢。外面下着大雨，他就站在雨中，也不打个伞，浑身已湿透。快进来！我想都没想，赶紧把他拉进房中，慌里慌张想要找个东西给他擦擦。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。我见他神色可怕，忙问怎么了。他眸中暗潮翻涌，缓了缓，忽然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好久没见，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”我呆住，又想起那个漫天星月的夜晚，他也是说过同样的话。那时我还为他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呢，却不想只是自己一厢情愿。于是我心头火起，嘲讽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在你没死之前，我肯定会好好活着的。”不想他竟然一笑，就这么说好了。我越发莫名其妙，你究竟来干什么？他神色飘忽，好像随意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就看看你身体怎么样。”我说：“挺好的啊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笑着：“我怎么听人说你经常头晕啊？”我轻轻皱了眉：“谁说的？”他嘴角的笑意凝固，眸中带有急色，道：“所以真的是这样吗？”我漫不经心说：“是有点，应该是天气暖了吧，身子乏。”他嘴唇动了动，终究还是没说什么。我抬头看他的脸苍白无血色，伸出手摸摸他的额头，不会是淋了雨发烧了吧？他勉强笑笑：“怎么可能呢？”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，互相都没有说话。窗外雷声响过，我好像被提醒般，转身就要进屋。我给你找东西擦一擦。他再次抓住我的手，轻轻道：“不必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”说罢转身闯进了夜色。我看着窗外茫茫大雨，有点想哭。想起那晚他身披星月在我房前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和好，我心中还多了几分气恼。我凭什么要跟他和好？之后几日我都待在家中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爹忽然称病宅家。看到下人们行色匆匆，我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。我爹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太子和安王打起来了。”我还没搞明白，谁赢了？我爹没好气问我：“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”我懒得跟他吵。听翠儿说才知道，这个打起来指的是打仗。
圣上在宫中垂垂欲死，他们却先等不及了。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我问我爹，如果输了怎么办？我爹也很严肃，成王败寇，你说呢？这场争斗持续了半个月，半个月里我惶惶不安。不只是我，所有意识到此事严重性的人心里都是不安定的。翠儿一直在我身边说，希望太子能赢，如果安王赢的话，小姐往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，一来在众人眼里我们关系本就不好，二来我现在是准太子妃，在立场上妥妥站在太子这边，若安王胜利，没有理由不拿我开刀，所以他们都希望太子能赢。可是半个月之后，传来了太子身死，圣上将皇位传给安王的消息。我震惊的同时，心里有个地方悄悄松了口气。但紧接着，新的储君对反抗他的人露出了铁血手腕。听我爹带回来的消息，太子那边的人大多都被杀或者被流放了，除了威武将军林升。安王杀了许多人，却始终是没杀他。大家都说安王不杀林升是为了林婉。在此期间，圣上的身体终究坚持不住去世。朝臣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，催促他上位，国丧从简。接下来便开始论功行赏。从我爹整天匆匆忙忙的样子来看，朝堂动荡应该很大。对陆云剑有功之人，除了升官就是发钱。我爹因为明哲保身，还是原封不动，依旧是太傅。太子身死，我与他的婚约当然不作数。林升带着林婉去边疆守1年。不管如何，此事终于尘埃落定。之后，在朝臣的建议下，开始轰轰烈烈的选秀。有功之臣的女儿们纷纷被纳入宫中，这当然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令众人惊讶的是，其中还有一个我。不止他们，我自己也很惊讶。真要细细计较起来，他与前太子仇对，我是前太子的未婚妻，也算是他的仇人。再加上我们俩先前的关系，除了公报私仇，我想不出其他理由。我也懒得再多想了。往事一幕幕，等我蓦然惊醒，才从梦里回归到了现实。我轻轻舒了一口气，看周围陌生又熟悉的装潢，心知自己应该还是在太和殿。我不禁有些脸红，毕竟我自诩酒量尚可，没想到只喝一杯就醉了，而且醉得这么干脆。抬起手，发现早上被茶烫到的胳膊也被包扎好，旁边也没个人，但隐隐听到说话声，听声音应该是陆云剑和林婉。我循着声音向他们走去，不知怀着什么心思，我静悄悄的，也没出声，慢慢凑了过去。陆云剑声音听起来有些急躁，怎么样？林婉的声音则是有些冷，再吃2天药毒就会解了。我怔，什么毒？只听陆云剑好像松了口气，谢谢了。林婉冷笑，也不是为了你，你到时遵守承诺便好。这对话听得我越来越莫名其妙，也不偷听了，干脆站出去问，你们在说什么？谁中毒了？你们闹矛盾了吗？他们2人都是一愣。林婉忽然笑道，是朝中的一位大臣，他遭遇刺客不小心中毒，皇上特地让我配药来解。听他这样解释，我觉得怪怪的，下意识不太相信，但我也没多问，因为我看得出他们2个好像不想多谈。于是我识趣的转移话题，对陆云剑道，你酒里是不是放什么东西了？我怎么才喝一口就醉了？我以为他会嘲笑我酒量小，却不想他只是一怔之后问，你酒醒了吗？这下我反而愣了一下，下意识说，醒了，已经完全没事了。他点点头，朝外招呼了一声，接着一个小宫女就端着一碗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过来。他冲我摆摆手，醒酒汤，喝了吧。我呆在原地无语地看着他，我刚刚好像说的是我已经酒醒了。他冷笑，你的意思是不想喝吗？我泪流满面，他为什么阴阳怪气那么吓人？想了想，我还是端起那比我脸还大的碗，干了！我喊着，一饮而尽。喝了醒酒汤，又吃了蜜饯点心若干，才把嘴里的苦味压下去。心说自己真是苦逼，一桌大餐不仅一口没吃着，还被灌了一肚子药。这时林婉忽然道，希儿今晚不如就睡在我这里吧，不然以后恐怕没机会了。我一惊，正想他这没机会了是几个意思，就听陆云剑道，就这样吧。他那理所当然的回答险些让我恍惚，刚这问题是问的我对吧？
总而言之，当晚我便去城厢店住下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，我也经常去将军府，不想回家，便跟林婉同榻而眠。两个小姑娘有说不完的心事，经常会聊到很晚。这次也一样，不过我们聊的是分别的这许多时间，各自是否安好。聊着聊着我就困了，在恍惚中，我听见她忽然道：“我以前做过2件有愧于你的事。”什么事？迷迷糊糊我问。她沉默了会儿，又道：“不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”我此时眼睛都有点睁不开，心说不重要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于是我没说话。她长叹一声，也不知对我说还是自言自语：“睡吧。”第二天醒来，我脑袋里倒是有这么段记忆，可是又不十分确定。于是我拉着她问：“婉婉姐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？”她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好吧，这也不能再问下去了。早餐当然也是在城厢店吃的，让我惊讶的是，陆云剑竟然特地赶了过来，陪我们吃了这顿早餐。我心说至于吗？就这么一晚上都不忍心分开，还眼巴巴过来。结果就听林婉也道：“至于吗？”但他话说半截，又自顾自点点头：“也是，以后还不一定是何时呢。”又是以后？我愣，以后会发生什么吗？我正要开口问，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悟了，她是不是就要被封后了？如果她成为皇后的话，至少他们定不会亏待我，或许要放我出宫。如此一来，再相聚岂不确实无定期？我越想越肯定，越觉得这想法简直无懈可击。但在恍然的同时，心里也有一丝丝伤感，被我强行压了下去。吃完饭，我独自回寝宫，刚进门就见翠儿迎了上来。她说岳贵妃召见，让我回来后去一趟。我懵。岳贵妃是当朝丞相的女儿，虽然我们之前见过，但进宫之后再无交集。昨日在御花园的嫔妃中也没有她的身影，现在她突然找我做什么？不过我也没纠结太久，她找我，我就去一趟呗，正好溜溜神儿。于是我转道就去了岳贵妃所在的承欢殿。刚被宫女领进去，便吓了一跳。好家伙，这哪是岳贵妃找我啊？全宫的妃嫔娘娘们都在这里，她们正在讨论着什么，见我走近，都飞快迎了上来。妹妹，她们将我上下打量，眸光中带着试探。妹妹，你还好吧？我默然，看这试探是多么熟悉，这不就是昨天在御花园中的翻版吗？我可算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找我来了。情报，果然还是情报。昨天我被陆云剑当场逮到，这次陆云剑是怎么处理我的，他们都十分好奇。岳贵妃代替众人发问，皇上之事我都听花嫔妹妹说了，敢问新妹妹，你所说可是真的？她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从她的目光中，我能感受到她的焦急。想想也是，毕竟对于他们来说，进宫不仅仅是为了家族，最终也还是为了自己。她们都是大家闺秀，是父母捧在手心里长成的好姑娘，身在闺阁时也都盼望着嫁入好人家，相夫教子。如今一入宫门，半点盼头都看不到，他们怎能甘心？对此我也十分同情，尤其是经过昨晚，我知道林婉将要被封后之后，林婉和陆云剑念着往日的交情，不会为难我。可是他们呢？当初他们是被家族作为功臣之女塞入宫的，陆云剑为了不负他们各自家族的面子，定然不会主动将他们遣出去，而有林婉在，定然也不会照信他们。难道他们这些人就活该在深宫中孤独到死吗？我心里都替他们叫屈，所以我扫了他们一眼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法子，也是我一直以来企图推进的一个法子。如果让他们的家族主动把他们接回去，这样不就皆大欢喜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坚定地给自己打了打气，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：“姐姐，我所说句句属实。”说完，我警觉地回头扫了一眼门口，确定没有其他人，才放下心来。他又问：“那昨日皇上将妹妹带去哪里？可曾处罚你？”我楚楚可怜，昨日皇上罚我在承香殿的台阶上跪了一夜。拿起帕子抹了抹眼角，继续道：“我背后议论皇上，本就是大逆不道，如今不小心让皇上撞见，皇上罚我无可厚非。可是……”我的声音陡然提高，把他们都吓了一跳。可是姐姐们，
我先前所说都是真的。想我们如花一般的年纪，在这深宫之中，既无法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还会有被皇上虐待致死的危险。人生短短一世，我们难道就这么凄惨地死在这里吗？我说的慷慨激昂，抬眼一看，见他们脸上都露出悲戚之色。花瓶叹道：是啊，自打进宫，我见皇上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众人皆是同病相怜，点点头。岳贵妃自嘲般扯了扯嘴角，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自踏入宫门那一刻起，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。他们神色越发凄惨，我则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洛妃看在眼里，忙道：妹妹有话不妨直说。我于是开口：姐姐们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，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法子。是什么？他们忙齐声道。我再次回头确定了没有别人进来，这才道：其实大家都清楚，我们进宫也都是想为家族出份力。他们闻言点点头。但是现在这情况，出力是不可能了，反而一不小心会给家族带来祸端。众人又是一怔，若有所思。我看形势大好，再接再厉。既如此，我们何不写信告诉家里人如今的情况，让家中长辈给皇上上折子，将我们接回去。皇上刚继位不久，还要仰仗诸位的家族，定然不会推脱，如此我们不就能跳出火海了？我一段话说完，他们似有些心动，却也还有些犹豫。我看这情况还得加把火，于是将袖子朝下拉了拉，露出缠住手臂的绷带，像是自己哀叹：我这情况若是再经历几次，怕是要将性命丢在这里了。说着，我捂着帕子嘤嘤哭起来。他们动容，互相对视几眼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我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众人打定主意，开始给各自家人写信。我在旁添油加醋指导一番后，喜滋滋离开。后面2天也是跟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，看有什么进展。结果这天进展没等来，却等来一个人，林婉。他一进来就道：星儿，这2日看你气色不好，给你送来一碗养颜汤。说着，他从食盒里端出一大碗药汤，放在我面前。我小心翼翼道：婉婉姐怎么知道我气色不好？这2天我们俩好像没见面吧？他笑意盈盈：你的意思是不喝吗？我泪流满面，端起面前同样比我脸还大的碗，闻着熟悉的味道，心说这不就跟那天醒酒汤一样吗？见他眼含笑意望着我，我打了个寒战，最终还是含泪一饮而下。刚咽下去，就听他忽然又道：我要离开皇宫了。我一惊，咽下去的药差点没喷出来，被呛得直咳嗽。他慢慢拍着我的背，我缓了缓，急忙道：为什么啊？他笑了笑说：我已经跟皇上说过了，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，这次过来也是跟你做最后的告别。我惊讶于他的话，脑袋里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偷听到的事。细细想来，那天2人神色都不大好，林婉还说要陆云剑遵守约定。那晚他们说的是什么约定？这个约定难不成就是同意他出宫？我进一步回想那晚他们说的，努力将事情串联起来。灵光一现，想到林婉那天对我奇怪的解释。他说有位官员中毒，陆云剑请他帮忙制药，所以说他们2人之间的交易便是林婉帮他医治大臣，他放林婉出宫。可是你走了陆云剑怎么办？那他得多伤心啊！却不想他看着我似笑非笑道：后宫这么多人，他的心意未必在谁那里啊。我吞了吞口水。没错，后宫人是挺多的，可是我要说一下，前2天已经帮他把后宫解散了吗？这可怎么办？再说服他重新招吗？林婉不知我心中所想，他继续说：而且我喜欢的人也不是他啊。这次我彻彻底底愣住了，电光石火间，难得思绪特别灵活，脑中一下子想起那日我去珍宝阁，他跟太子在一起，神色有异。难不成他喜欢的人不是陆云剑，他喜欢的是太子？我忽然间悟了，他们之间这是三角关系。我脑袋飞速旋转，开始脑补。林婉与太子两情相悦，但是陆云剑对林婉爱得深沉，于是跪求皇上赐婚，皇上心疼他，同意了。太子痛失所爱，
与他展开斗争，却是惨败身死。但是因为林婉他爹的原因，陆云剑步伐不好收场，于是象征性让他去边关戍守1年。1年后归来，强行将他纳入宫中。可是他并不愿意，陆云剑心软，答应让他离开。这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觉得我发现了真相，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。他看着呆呆的我，抬起手拍拍我的头，笑道：“走啦。”我忙回过神，拉住他的袖子：“可是你要去哪里呢？”他笑道：“悬壶济世，浪迹天涯。”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酸，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太子身死，那他岂不从此世间再无所爱，只留自己孤单的在人间？转念一想，陆云剑何尝不是一样可怜呢？为得到他什么事都做了，可为了他的幸福又只好放开，连后宫都被我解散了。我又难受起来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心疼谁，最后只说出一句话：“那你以后再到京城，可得来看我啊。”他又笑着点点头：“当然了。”林婉就这么离开了。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后宫，众妃嫔又是一阵动荡。我心说，要不然我努力再让他们留下来，毕竟林婉已经走了，那也就没什么顾忌了。结果我还没出手，就见花嫔匆匆来找我。她哭着对我说，连最受宠爱的皇贵妃都忍受不了离开了，妹妹所言果然不错，反而坚定了他们走的决心。看着她信任的小眼神，我也没好意思说出来，那都是我造谣的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我心里记挂着陆云剑，也没有太多心思应付他们。林婉走了，不知他会如何难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竟有些心疼，还是决定去看看他。我到他所在的太和殿，进去之时，他正在看奏折。走过去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看起来不像难过的样子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他必定是将难过藏在心里，才装作若无其事。我于是更加心疼，开始没话找话：“你在看什么啊？”他给了我一个“你说什么废话”的眼神，还是开口道：“众妃嫔联名给我奏折，说要自请出宫。”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一顿，想安慰他的想法立刻烟消云散，心说还是改天再来他吧，也不急在这一时。那你先忙着哈。我打个招呼，溜了。站住！他忽然道。我顿时定在原地。他推开椅子站起身，慢慢走到我身前。这件事情或许你来帮着解释解释。他意有所指。哈哈哈，我哪知道啊。我忙打着哈哈，干笑着说。他就静静看着我。我心虚，毕竟被他撞见2次了，想耍赖也不成啊。你信我，我也是一片好心。于是我只好真诚状跟他讲，说来听听。他双手抱胸，一副准备洗耳恭听的样子。我思索状，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不过我确实是一片好心来着，我想为他和林婉排除干扰，我想成全他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结果这货反过来赖我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谁？我越想越委屈，毕竟我也不知道林婉最后会走掉啊。所以我冲他发火，还不都是你？你既对婉婉姐有意，又何苦糟蹋别的姑娘？我这火发的突然，也不清不楚的，不过却是我的心声。他反而愣住，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林婉？我震惊，你不喜欢她？我差点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你骗人。那次你受伤之后，你们2人不是抱在一起？我开始列举证据。他惊讶，你看到了？我冷哼一声。他焦急解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忽然就抱了过来，然后说自己崴了脚。我心说你骗鬼去吧，竟然拿这种解释来搪塞我，还把锅甩到林婉身上。可与此同时，我脑袋里没有来闪过那天晚上林婉对我说我以前做过2件有愧于你的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马上摇摇头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急又怒，继续举例，先帝赐婚时，你不是为求娶她在雪地里跪了一夜？他脸上的神色变成了无奈，细看眼神里还带有几分懊恼。当年先帝亲自指婚我与林婉，并非我主动求娶，我在门外跪一夜，是想恳请先帝收回成命，只是他未应允罢了。我呆住，胸中怒火顷刻不见。他见我冷静下来，继续道：
我一直喜欢的不是林婉，是别的姑娘。是哪个姑娘？我愣愣地问，心悬在了嗓子眼，此刻经历如梦似幻。他目光灼灼看着我，你说呢？我还是不敢相信，不会是我吧？我心里期待着答案，却还是要从他嘴里确认。被人这样直接问，我以为他会含糊过去，却不想他的表情却十分认真。哦，是你。我的脸腾一下像烧了起来，心中的激动与欢喜像是空中炸开的烟花，炸得我脑袋一片空白，一时间竟是手足无措。他便在我的眼前站着，我心想自己的窘态被他看了去，多么丢人，连忙道：我有点事先回去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，只想从这种陌生状态中逃开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指尖的触感是同样无比的滚烫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要到哪里？他胳膊环住我的身子，把我圈进他的怀中。今晚可是你主动送上门的。我呆呆地闻着他身上传来的香气，呼吸都要停滞。已经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了，却迈不开步子，只能嘴里喊着不行不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摩挲着我的手腕，我又痒又烫。为什么不行？那是因为我还很羞涩，我还没准备好啊。因为翠儿还在门外等我呢。我病急乱投医，一边要挣扎着从他怀里钻出去，却不想他手臂又紧了几分，昂头朝门外喊：翠儿。翠儿应声进来，他抱着我，厚颜无耻：你家姑娘今晚要侍寝了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我在他怀里挣扎着冲翠儿招手，翠儿心领神会，立刻道：可是教习嬷嬷还没交常在，怎么伺候皇上呢？他一滞，圈住我的手臂，慢慢放开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心道翠儿好样的。结果就见他凑上，一个用力将我横抱起来，边朝寝殿走边叹：那我只好辛苦一下，亲自来教了。月色丝丝如水，透过窗棂向室内窥探。罗屏后，银烛长照，红绡帐暖。春宵一刻，谁盼天明？番外一，没有如果。我叫陆云剑，是宫中最不受宠爱的四皇子。我的母妃因生产我而死，皇上便将罪过怪到我头上，这就是我不受宠的原因。也是因此，我在宫中过得并不好，上至妃嫔下到宫人，他们理所当然轻贱我，虽非刻意，却也习以为常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在这宫里没有肯为我主持公道的人，包括后宫之主皇后。我在宫人们嚼舌根时听到过，皇后貌似与我母妃不和，所以她更不会管我。尤其是当我长得越来越像我母妃之后，那日上元节晚宴，我第一次遇见那样一个姑娘。别的姑娘都是小心客气，不要失了礼，这姑娘却想拿宫里的点心喂她的兔子。身在尔虞我诈的宫苑宅门，她的天真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听说她还是太傅家的女儿，我很好奇太傅怎么教养的她。晚宴后，我如往常一样自己离开，来到据说是我母妃最喜欢的梅树下。此时上面挂满了玲珑的花灯，映着皑皑的白雪和鲜艳的红梅，如梦似幻。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又遇到了他，我更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跟他打起来。那时我听到小宫女背后说我母妃才跳了出去，当然了，也怀着吓她一跳的心思，却不想没有吓到她，反倒把她的琉璃灯打碎了。她一下就扑了上来，反倒把我吓了一跳。接着我被她摁在地上，我心里怀着对弄坏她的灯的愧疚，便没怎么出手。是我没出手，才被她打趴下的，并非我打不过她。大人们很快就过来了，皇后让我给她道歉。若是只有我们两个，我给她道歉也没什么，毕竟是因为我的原因她的灯才碎的。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尤其是当着皇后的面，我不想道歉，所以我跑开了，跑到母妃最喜欢的那棵梅树下坐着，对自己说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只是没想到她竟追了过来，主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汗颜，分明是我的错，却先要人家道歉。我当然是想要原谅她的，可都怪那执拗的自尊心，她让我嘴里的话变成了滚开。那姑娘竟然也不生气，还笑嘻嘻把点心掏出来塞我嘴里。我记得这点心是她细心包好给小兔子的，现在却给了我。话说兔子也不吃点心的吧？
本以为这只是偶然的一次相遇，却不想父皇突然下旨，让我们去太傅家和将军府学习。隐隐的，我心里竟有些期待。我以为要见到她并不会太容易，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当然是养在深闺，不让出来。但不想第一天便在太傅的书房见到了她。太傅还煞有介事向我们介绍，我这才知道她叫宁馨。我的目光总是不自觉放到她身上，我也总是不自觉找她的茬。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，或许是因为她比我们活得都自在，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，可以没有什么烦恼，好像靠近她身边，我也可以自在起来。但她还是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。打架、恶作剧、上房揭瓦，在我看来女孩子不适合做的事，她都做了。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太傅竟然不管她，反而由着她。终于忍不住，我问太傅，为什么不像其他府上的小姐一样，教她琴棋书画女工呢？那时太傅正用怒金给她做弹弓，闻言，他瞥了我一眼。你既饱读诗书，当然能分辨，自古以来女子的地位便不如男子。男子幼时吃点苦不算什么，学好本领，往后不管多大的天地都能闯荡。可是女子的天，越成长会越小，直至最后又于一方宅院。他叹了口气，我只不过是让希儿在走到那一步之前，让他好好玩罢了。我懂了，太傅是给他一片没有风雨的沃土，任他随心所欲盛开。我想，我以后如果有女儿，也要这样教养她。正想着呢，太傅忽然又道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家希儿？”我脸瞬间爆红。我没有。我向他喊，却撞上他似笑非笑的神色。我有些心虚，觉得定是被他看穿了。结果就见他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似是自言自语叹道：“想娶我的希儿的话，凭现在这样可不行啊。”说罢径直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待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平静。心里却忍不住想，这样不行的话，要怎样才行呢？我开始努力。跟太傅谈过之后，我下意识开始努力，不只是诗书，还包括骑射。内心里说我并不是为了宁馨，我只是自己想努力而已。那日父皇兴起，要抽查完我们的学业。印象里我已经许久不见父皇，他也从不召见我。这次相见，我以为自己会紧张，没想到心里更多的是漠然。但我的努力可没有白费，对他的问题我都能回答得上来。虽然还是比不上太子，可比起其他几个兄弟可是好上太多。我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。是，你们是轻贱我，但我也不避你们的高看。然而等所有人都问完之后，父皇却单独将我留了下来。我不明所以。你长得越来越像你母妃了。他沉默了一会，看着我的脸忽然说。我低着头，嘴角露出一丝嘲讽。听说你最近很努力。他似漫不经心问我，儿臣只是做了应该做的。我说，呵，应该做的。他笑了一下，你很聪明，继续保持，不要辜负父皇对你的期望。说完，他拍拍我，自顾自向前走去。我向他行礼，同时思索他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期望？他什么时候对我有过期望？从我生下来就对我不闻不问，现在却又说什么期望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我开始想，他忽然说这话，是不是因为我这张酷似我母亲的脸？正思索间，他已走到门口，却忽然又停住，好像随意道，想要得到什么的话，光凭这种程度的努力可还不够。说罢推门出去。我在原地惊出一身冷汗。他知道了，而且他这是在点我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猛然意识到，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人，自始至终还是他。他能决定任何人的命运。我只有一个疑惑，他为什么选中我？他对我的宠爱日渐明显，这从宫人和嫔妃们对我的态度就看得出来。不过我也不在意。渐渐的，我也终于明白他为何忽然对我这样。因为太子，因为他不信任太子。太子的势力日渐壮大，听说还与将军林升勾结，让他产生了危机，所以他想要找个人来制衡太子。最终他选择了我，并非因为我努力，并非因为我长得像母亲，只是因为我有所求，所以他选择了我，而我别无选择。在将军府的学习继续，但是那天宁馨忽然失踪了。
早上他跟我们一起来的将军府，但等我们训练过后，却始终不见他人。问过将军府的下人，都没人见过他。众人慌了，开始四散去寻，最终是我在将军府后院的梧桐树上找到了他。找到他时，他正趴在树上大哭。我松了口气，心里却也有些好笑，还以为这姑娘胆大包天呢，却不想她也会害怕。傻姑娘，你怕什么呢？我让她跳下来，她竟然真的跳了。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我心中一暖。等到她伏在我背上，在我耳边细细说话时，我便知道，为了得到这姑娘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回去后，太子问我怎么会知道她在那里的，我心想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曾经好多次看到她盯着那棵树，好多次听她谈到上面的鸟窝，只是你们都没在意罢了。太子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整日里注意着她。父皇对我的恩宠越来越不加掩饰，我也看得出太子对我的眼神越来越忌惮。这本就是父皇想要的。偏在这时，随着我们年岁渐长，宁心不能像小时候一样随便出来了。这也合情合理，毕竟男女有别，我们也不再是小孩子。恰如太傅所说，男子的天地是越成长越有驰骋的空间，而女子的天地是随着年长逐渐变小的。道理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心里却十分想他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悄悄地来到了他的窗外，本想只是静静在这里站一会儿的，可是手却鬼使神差敲了上去。是谁？只是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唇角便不自觉扬起。是我。我说，我期待着见到他的样子，多日不见，他过得还好吗？窗户很快打开，他像平日里一样精气十足，但看到他的一瞬，我的脸一阵发热。这姑娘竟然穿着小衣便走了出来，她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，飞快进屋披了件衣服才折回，脸蛋红红的，煞是可爱。我胸中欣喜的暖流再也抑制不住，所以我几乎是情不自禁问她，我们和好吧？她呆呆地看着我，在夜色里，她的眸光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。可是我还是没等到她的回答。要问我在那天最想杀死的人是谁，答案是翠儿。但是我跟她约定了下次见面时再听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下次见面竟然是那么遥遥无期。我被封为安王，并被派遣出去平乱。父皇的身体日渐不行，可越到这时候，他的疑心反而就越重。他越来越防着太子了，否则为何不派林将军去呢？我知道他派我也不是信任我，只是因为我孤家寡人，身后没有外戚支持罢了。叛乱很快被平定，但我也不小心受了伤。在养伤期间，我一直等他来探望我，却不想等来了林婉。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，他今天的状态有点奇怪，但我心里着急，没有多想。林婉走后，我继续翘首以盼。我喜欢的姑娘，你怎么还不来看我啊？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都没有来。安王府的门都快要被我望穿了，还是不见他。第四天，父皇召我和太子入宫，说要给我们选妃，说是密谈，其实只是告诉我们，太子娶宁心，我娶林婉。我在宫门前跪了一整夜，跪到身体麻木，跪到晕倒在雪地里。最后父皇只对我说，到我这个位置，翻手便能决定他人的生死。我知道他这是逼我去争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争给你们看。我开始不遗余力拉拢朝臣，送给他们金钱、女人，许诺他们权势、地位。我开始与太子分庭抗礼。太子果然被我逼迫得节节败退，这让我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在这场争斗里，他也是很无奈，他也是被人推着向前。那天晚上雨下很大，我应酬到很晚才回去，却在门口见到了太子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警惕地问他，心里忽然想到我们以前同在一起学习，现在却不得不针锋相对，也是一阵唏嘘。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竟在他脸上看到了歉意。你听好了，我只跟你说这一次，信不信由你。他吸了口气，忽然说道，宁心身上被下了毒。你说什么？听见这话，我再也无法淡定，死死盯住他。他转过身，避开我的眼神，你可以去问问宁心，她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就知道了。我飞身骑马就走。派人日日关注太傅府的我，
自然是知道最近太傅府是请过太医的。太子出现在这里的目的，他的意图，他告诉我这些的原因，我都不去想了。我只想知道宁心会不会头晕。我如那日一样敲打他的窗，好一会儿他才打开。我看着窗子另一边的他，多日不见，他好像憔悴了不少，再也不是那个满身活力的姑娘了。我心疼如刀割，他焦急地拉我进屋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。他问我怎么了，我却迟疑着难以问出口，因为我害怕自己听到的是不想听到的结果。可最终我还是问了出来。听他漫不经心说是有点时，我知道自己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，可怕到他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头，问我是不是发烧。我的胸腔瞬间被愤怒和悲伤蔓延。老天啊，这么善良的好姑娘，你怎么让她受伤害呢？我匆匆离去，连夜找到了去太傅府的太医。太医说他确实没有查出是中毒。我心如明镜。是啊，如果随随便便就查得出，随随便便就能解的话，他这毒下的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瞬间想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医术高明，站在太子那边又跟宁心十分亲密的人。林婉。到将军府时已是早上，我不等通报，直接闯了进去。我掐住他的脖子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，太子赶了过来。我明白了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用宁心牵制住我，这就是原因。所以为什么他会中毒啊？因为我喜欢他，害他的人竟然是我。我退出，你把解药给宁心。我说，我本就不想得到皇位，我只想要宁心。可是太子竟然笑了笑，说没有解药。我的理智瞬间就被怒火侵蚀，脑中只有一个想法，我要杀了这些伤害他的人。所以我露出一个残忍的笑，宁心若是出事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。在我的步步为营之下，决战之日很快到来。我赢了，我挥剑将太子斩于脚下。当我刺出那一剑时，他脸上竟露出释然的笑意。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我看着远处走过来的林生，又拿起手中的剑。林婉不知从哪里忽然冲出来，跪在我面前。他跟我提条件，说只要放了他们，他愿意拿出解药救宁心。听到他这话，我原本坚硬如磐石的心瞬间颤动，手中的剑几乎握不住。我只是庆幸与感激，还好是有解药的。于是我们两人做了个交易，他去边疆寻药为宁心解毒，毒解后我便放所有人自由，期限是1年。在这1年里，我顺利登基，并且为了保护宁心，将她纳入后宫。在此之前，我特地找太傅聊了聊，我给了他我的承诺，一定会让宁心的天地越来越广的承诺。太傅终于应允。跟随宁心一同进宫的还有别的女人，都是拥我登上皇位的功臣的女儿们。看着他们想要迫不及待掌控我的嘴脸，我有点想笑。皇宫对于不受宠的女人来说，等同于囚笼，这是我自小在宫中长大认识到的。所以他们这是亲手将女儿们送进了囚笼，因为我绝对不会宠幸她们。我想要的只是宁心，但是为了不让宁心成为众矢之的，我却没有给她任何特殊待遇，甚至册封她为最低位分的常在，自己也忍住不去看她。我通过宫人了解她的一举一动，见她每日平平静静待在那里，我便无比安心。1年之期将近，那一日，宁心忽然跑来找我，她跑得又快又急，一不小心摔倒在地。这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急急忙忙拨开挡在我身前的宫人们，就要将她扶起，却听她跪在地上说，她要让位，要出宫去。我要扶她的手僵在原地。傻姑娘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应允，只有这件事不可以。我走之后，她跑过来踢了我一脚，我心里既难过又想笑，好像她又变回了那个一见面就跟我打架的无法无天的姑娘。但是她这是生气了吗？我开始焦躁不安，思考如果她真的生气，我要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找她一趟。可是刚到门口，竟听见有人在说话。我止住了工人们通报的声音，偷偷趴在门上听，听来听去总结出了2个字：不行。我，宁心，你这是在挑战我的自尊。我跳出去，
贺退不知道是哪个嫔妃，决定吓唬吓唬他，让他知道我到底行不行。但紧接着我就后悔了。宁心忽然脸色苍白，跌坐在地上，他又一次头晕，我的心立刻揪起。但是万幸，林婉回来了。我将林婉安置在承香殿，自己日日夜夜监督她制药，终于将解药治好。我去找宁心，可是她竟然不在。询问了负责盯她的工人，我最终在御花园中找到了她。碰巧听见她正跟嫔妃们说话，我用眼神示意嫔妃们不要出声，于是又听到几个关键字：小气、暴力、心狠手辣、铁石心肠。我好样的，宁心，你在玩火。我将她拖到太和殿中，一路上在想，宁心她为何要这样？她为何在背后造谣我，让嫔妃们对我害怕？是在吃醋吗？我思索了2秒，原来如此，是在吃醋啊。好吧，是在吃醋的话，我决定原谅她。太和宫中，我早吩咐林婉准备酒席等待。宁心高兴地扑过去时，我给林婉使了个眼色，不要告诉她，那些阴暗肮脏的过去都不要告诉她，让她保持这样就好。在喝酒时，宁心忽然晕倒，晕了好久才醒过来。我向林婉确认了100次她确实没事，又看着她将要喝的一滴不剩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林婉提议她想跟宁心晚上睡在一起，我想了想，同意了。毕竟在宁心心里，她一直是朋友。林婉给宁心解毒后离开了，离开前分别跟宁心与我道了别。她说想要悬壶济世，浪迹天涯，我心里不自觉竟有些伤感。想到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每个人都是无奈的被推着往前走，终于到今天了结了。送走林婉后，我本想立刻去找宁心，可是半路上却让嫔妃们堵住了，她们排排跪在我面前。我发现自己一个也对不上号，随便指了一个衣着最华贵的，问他们有何事，就见他们递给我一份折子，然后梨花带雨看着我。我好烦，不得已带他们去太和殿，听他们把要求说完。他们说想要出宫，这惊喜让我有点懵。要说出宫的话，那可以再谈谈。我竟没想到宁心散布的谣言竟如此有效，还不必我出手，他们便主动离开了。我原本打算就将他们留在宫中不管不顾，既然他们主动离开，倒也是一劳永逸。好样的宁心，不愧是我的宁心，干得漂亮。满意的将嫔妃们送走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找她，就听通报说宁心已经过来了。我欣喜，心说我们2个真是心有灵犀。我故作深沉，主动引她与我说话，却不想她听到后妃们要离宫后转身就要走。我连忙起身拦住她，这不是你促成的吗？你跑什么呀？结果就见她红着眼冲我喊，还不都是你？你既对婉婉姐有意，又何苦糟蹋别的姑娘？我愣住了，什么叫我对林婉有意？她一一向我列举证据。我无奈地想笑，傻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会喜欢其他人呢？我喜欢的一直是你。看着她变得脸色绯红，局促不安，我再也忍不住把她圈进怀里。怎么会有人这么可爱呢？这么可爱的人，她终将属于我。你别害怕啊，我的宁心，我一定会很温柔，很温柔，很温柔的。春宵苦短，一刻千金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没有遇见他，自己会怎样呢？想完之后又庆幸，还好没有如果。番外2，情不知所起。我叫林婉，是威武大将军林升的女儿。我爹是当朝皇后娘娘的表哥，所以我跟皇后娘娘也有沾亲带故的关系。我爹跟皇后娘娘做了个交易，只要他助太子成皇，那我便是将来的皇后。因此我从小便被告知，我们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太子。甚至包括对我的培养，琴棋书画、礼教女工，所学精通，只是为了配得上太子。第一次正式见到太子是在中元节皇后娘娘的晚宴，他坐在皇后娘娘的手边，笑得很温柔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假。可我也无法对此做出过多的评判，因为我也带着跟他一样的假笑，接受着众人的夸赞。他们夸我大方得体，我只是谦虚客气的回礼。
吃饭之时，同桌上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，名叫宁馨。这姑娘才貌姿色皆不如我，我本不将她放在眼里。可当我见到她不在意他人的目光往帕子里放点心时，我第一次对一个同龄的姑娘产生了羡慕，对她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羡慕，对她做任何事都不用顾忌太多的羡慕。我想，她应该活得很自在吧。可后来我知道，我对她的判断还是委婉了，因为我眼睁睁看到她把一个皇子按到地上打。即使那个皇子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即使那个皇子是四皇子陆云剑，这显然已经不是自不自在的问题，这可以算作无法无天了。直到把他们拉开时，我忽又想起她是太傅家女儿，是处在书香门第的。我不懂太傅为什么要这样教养她。看着他们离开，我自己默默去挑选皇后御赐的琉璃灯。我一眼就喜欢上了一个桃子形状的，正将它摘下带走，就见树后转出一个人，是太子。他脸上还是挂着那种淡淡的假笑，对我说：“方才看了一场好戏。”我这才知道，刚才那场闹剧他也看到了。我向他行礼，他随意摆了摆手，指着我手中的灯道：“眼光不错，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。”说罢，他从我身边走过，径直离开。而我分明看到，在他身后提着一盏画着祥云图案的灯，他早就选好了。我不禁升起淡淡的惆怅，以为自己处处受束缚，处处不自在，却不想有人比我还要身不由己，甚至连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做不到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跟他，我们同病相怜，我们是一类人。回去时竟然又看到了宁馨他们二人，我看到四皇子脸上的伤，将外公制的药送给他。说起来，他也是身不由己的人之一，身在皇家，没得选择。这样比较之下，我好歹还能随自己的意愿跟着外公学医，好像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可是又看到更加随心所欲的宁馨，我还是嫉妒。本以为我们之间的缘分止于宫中那场邂逅，却不想一到圣旨，大家见面越发频繁了。包括太子，包括陆云剑，包括宁馨，大家又一次遇见，并且很快熟悉起来。皇子们奉圣命跟着我爹学习武艺，宁馨也经常过来凑热闹。不过我却很少与他们凑在一起，我更喜欢静静地躲在屋中研究自己的医术。我爹对此很不满，他让我多去跟皇子们接触，尤其是多跟太子接触。我无法忤逆他，只能听从他的安排。演武场上，众人看到我过来，自然很惊讶。宁馨问我：“婉婉姐今天怎么过来了？”他们都望向我，我只好无奈笑笑，来看看你们练得怎么样了。休息时，宁馨跑到场地里跟陆云剑打闹，我尴尬地坐在一旁，正考虑要不要过去找太子，不想太子却自己凑了过来。是不是你爹让你过来的？他直接问我，被他看穿了，我索性不隐瞒。是，我说，不想过来的话不必勉强。他又道，我闻言嘲讽地扯了扯嘴角，这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他摸摸下巴，若有所思。一会我帮你。他忽然向我偏了下头，露出一个狡黠的笑，等着吧。说罢，他起身离开。我回想他刚才那个笑容，似乎与以往的假笑不同。训练重新开始，我想知道他打算如何帮我，便一眨不眨眼睛盯着他看。就见他身姿英武，比其他皇子都厉害。我一时间看痴了，但在这时，他闪身一个失误，身子重重摔在地上。众人顿时一片惊呼，都凑上去。我也连忙跑去，只见他腿上划开一个大口子，正鼓鼓往外冒着血。尚来不及反应，就听他喊：“婉婉，快过来，给我包扎！”我爹连忙催了催我：“快去！”于是我拜托宁馨去帮我拿药，自己上去按着他的伤口止血。等药拿来，将伤口包扎好，就又听他道：“多亏婉婉会医术，不然等太医来之前，我可要疼好一会儿了。”接着他又转向我爹：“林将军不妨将习武场休息之处改为药房，这样若有人不小心像我一样受伤，也可及时医治。”我爹连忙称好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下。我转向他，就见他轻轻的、悄悄地向我眨了眨眼，心好像被拨动了一下。我目瞪口呆，实在没想到他说的帮我，竟然是通过这种方式。
还让自己受伤了。可是，这是值得的吗？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思绪还沉浸在他方才那个眨眼中。转瞬间，察觉到自己的念头后，猛然惊醒。糟糕，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他了。药房很快就移到了习武场边上，这样在他们习武时我就专心学医，他们休息时大家就凑到这里。有时候忙不过来，我便拉宁心打下手。皇子们还是整日的练习，其中太子表现最为优异，这也是可以预见的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另一个人的表现也同样惹眼。陆云剑，他几乎比得上太子了。我很好奇，他在宫中默默无闻，不争不抢那么多年，现在突然展示自己的野心，他是找到什么想要守护的东西了吗？答案很快就揭晓，是宁心。那日宁心失踪，引得全府的人去找，是陆云剑最后在树上找到了他。事后太子问他为什么他会知道宁心在那里时，我便知道太子也发现了，陆云剑的软肋是宁心。随着圣上身体日渐衰弱，太子与陆云剑之间的争斗很快开始，而圣上对此竟也不闻不问，就好像他知道并且促成了这一切。那时我因男女之防与他们见面次数渐少，可在与太子数次的碰面中，见他眉头越皱越深。我问了问自己的心，确实感受到了心疼，可是我也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他。直到那日，他主动来找我，婉婉，我要做一件卑鄙的事，但我不确定这件事可不可以做。他对我说，什么？我问。用宁心牵制陆云剑。他说，我还记得他说这句话的表情，茫然大于狠厉。他自嘲着说，大家都羡慕我生来即是太子，我自己却根本没得选择。于是我帮他做了选择，我给宁心下了毒，一种我自己配制的，世界上只有我能解的毒。这是我对宁心所做第一件愧对他的事，因这是我心中无限悔恨，以为会止步于此，却不想很快又对他做了第二件。那时陆云剑越发受圣上器重，圣上甚至将他封为安王，遣他出兵平乱。等他回来时，我听说他受了伤，于是我去探望他。实际我想多探听一些他的消息，然后告诉太子，却不想他羞涩地告诉我，他想向宁心提亲。可惜我那时感受不到他的喜悦，我心里只有危机。如果他向宁心提亲了，是不是意味着太傅会倒向他那边呢？太傅是文人之首，影响力举足轻重，我要想办法阻止。刚巧我看到宁心从他身后过来，所以我故意扑到他怀中，见宁心扭头走掉，才慢吞吞爬起。他吓了一跳，问我怎么了，崴到脚了。我淡淡地说，皇宫中忽然传来消息，要为太子与安王选妃。我猜测圣上这是何意，却很快有了结果。我要嫁给陆云剑了。那天晚上太子来找我，他对我说，圣上怕我母族势力过大，陆云剑没有母族支持，圣上这样做是为了平衡势力。我惊奇地看着他，我知道，我一直懂的，我只是奇怪他为何特地跑一趟来向我解释呢？但是我没有多问，我怕问了之后会得到一个让我失望的结果。就让我保持这个错觉吧，就让我错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。我爹对这门婚事十分不满，他先前做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让我嫁给太子。可是现在谁也无法更改了。婚期渐渐临近，那日我去珍宝阁挑选首饰，却意外撞见了他。他手里拿着一只簪子，看到我他也是惊讶，随后他笑了笑，淡淡说，这要巧啊。我点点头，也笑了。是啊，太子哥哥。我说，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沉默。实际上我还想跟他说说话，问问他最近过得好不好。可是我知道，若我开口的话，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无法挽回。我只能沉默。这时他忽然道，往后一段时间都待在家里，别出门，我与陆云剑的争斗快开始了。我一惊，看向他，他见我望过来，扯了扯嘴角，婚期将近，陆云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宁心嫁给我呢？我想想也是，陆云剑就是这样的性格，偏执又疯狂，能制住他的只有宁心。那太子哥哥有什么打算？我问。我在等。他说着，
脸上竟然又浮现出一阵茫然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有了他不想做，但是不得不做的打算。他与陆云剑之间终有一战，成王败寇的道理，他懂，我也懂。婉婉，他唤我一声，我望向他，他犹豫着说：“如果我胜了，你愿不愿意？”他的话戛然而止，我回头看到了宁心。这时宁心已经走了进来，互相对视一眼，我们的神色都有些尴尬。他顿了顿，好像向他解释，本想挑几件首饰送给心儿，却不想刚巧碰到林姑娘。林姑娘，我现在确实也只是林姑娘了，可是相比起这个称呼，我更在意他方才的话。他想问我愿不愿意什么。当我爹带给我朝堂动荡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正如那日在珍宝阁与太子分析时所说，陆云剑是等不到宁心出嫁的，他一定会在大婚之前才去行动。所以现在朝堂人心惶惶，而我身在闺中却也无法安定。我总是止不住想，如果太子输了会怎样呢？想到后果，我实在无法心安。但同时我也知道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前方非生即死。昨夜下了大雨，这天早上陆云剑忽然闯了进来，激动地问我给宁心吃了什么东西。我知道了，太子的应对开始了，那我更不能给他拖后腿。于是我坦然道：“哦，我给他下了毒。”他猛扑过来，掐住我的脖子，像一只发疯的野兽，冲我大喊：“你疯了！关他什么事？”我冷笑，想说关他什么事，因为你喜欢他。可是我现在被他掐着，说不出话。我毫不怀疑他会直接将我的脖子掐断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我做了亏心的事，是我活该。就在我喘不过气来时，从旁冲出一人，给了他一拳。他一个踉跄将我放开，那人抱住我，轻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定了定神，我才认出是太子。陆云剑也站了起来，他红着眼睛问：“你确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？”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高大的身影竟平添了几分脆弱。太子笑了笑：“是你先要抢我的皇位啊！”陆云剑立刻道：“那我退出，你把解药给宁心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当初所作想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，但让我意外的是，太子就在此时开口：“没有解药。”他说。我惊讶地看向他：“怎么可能没有解药呢？解药虽难寻，但我肯定就在边疆，花费些时日总能找到的。”我不明白他这样说是为什么，似乎是感受到我的目光，他忽然拉起我的手捏了捏，这是叫我不要多嘴。陆云剑怒极反笑：“宁心若是出事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。”说罢他就离开了。而我看向太子，迎着我的目光，他轻轻一笑：“嘿，这手段果然还是太卑鄙了。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拿宁心威胁陆云剑，他当然毫不犹豫，但即使靠此登上皇位，也是受之有愧。他跟我一样有负罪感，他跟我一样不安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，所以干脆告诉陆云剑没有解药，激他堂堂正正比一场，赢则生，输则亡。这道理我都懂，我都知道。可是，他转过身擦擦我的眼泪：“心儿的解药你多费心了。”我点点头，他像长舒了一口气，还是笑着：“这次就让我自己来选吧。”看着他的神情，我有些不好的预感，他好像厌倦了一样。因为出生在皇后娘娘的肚子里，他从出生即为太子，没有人问过他愿不愿意。太子这个身份是阶梯也是锁链，他好像只有成皇这一条路。甚至当有人来抢这个位置时，无数人都会推着他对抗。他像当年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琉璃灯，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。所以现在他厌倦了当太子了。我有点想哭，但是我强忍住，转移话题道：“那日在珍宝阁，你问我愿不愿意什么？”他愣了愣，忽然抬手摸摸我的脸：“如果最后我还活着，再告诉你吧。”我心头一热，他果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我却忍不了了，眼泪再一次掉下来。我对他说：“那我提前说好了，不管你问我什么，我都愿意的。”那日之后，很快就传来了太子与安王打起来的消息，我越发不安。我爹已经明白无误站在太子这边，府中整日兵将往来，给气氛平添几分肃杀。
我整日从我爹那里探听形势，但是探听出的消息都是对太子这边不利，我越发焦急。直到那日看到我爹急匆匆出去，我也无法再干等着了。换上偷拿来的衣服，我乔装成我爹的一个军士，跟着他们偷偷溜了出去。战场是在城外，等我们赶到时，大局已定。太子跪在地上，陆云剑正要拿刀刺他的胸膛。不要！我声嘶力竭地喊。可是晚了，鲜血如初见时的红梅散落，我崩溃大哭。我与陆云剑做了个交易，给我1年的时间去边疆寻药，给宁心解毒，他不杀我爹，并且还我们自由。1年之后我回来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封我为皇贵妃。解药制成，我见到了宁心，看他欢快地跑向我，丝毫不存芥蒂的样子，我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自己中毒了，他不知道我给他下了毒。我看向陆云剑，他飞快向我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不要让我告诉他。我这才将目光又放到宁心身上，我好像明白了这姑娘的天真自在从何而来，身边的人都努力使她远离凡事的污浊，都小心翼翼呵护着她，真是个幸福的姑娘啊！我越发嫉妒她了。那晚我们久违地睡在一张床上，像小时候一样。他对我毫无防备，我本想将以前的事告诉他，可忽然想起白天时陆云剑那个警告的眼神，还是算了。他那样紧张，我又何必给他添乱呢？又在宫中待了2日，确定宁心的毒解了之后，我正式向他们告别。宁心对我的离开表达了不舍，而陆云剑，他给了我1块金牌，如果遇到麻烦，可以亮出它。我笑笑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走出城门的那一刻，我向身后回望，往事如烟，历历在目。我终于也成为一个自在的姑娘了。还不走吗？身后传来声音，我回过头，看到他斜倚在马车上，正含笑望着我。我快步跑过去。人生中唯有那个时刻，让我无比庆幸自己会医术，让我能够在那日他血花飞溅之时，自己有能力把他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。之后他在城中养伤，我自己一个人去边疆寻药。但是我从陆云剑那里得到了承诺，尘埃落定之后，许以我自由，许以我们自由。好久不见，我笑着说。好久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怎么看起来好像瘦了呀？他对我道。你也是，自那日一别，好像瘦了不少。哪有啊？我低头笑道。我以为自己能平淡地应对一切，可是当我站到他身前，当他这样看着我，我还是紧张。我确定自己的情感，但我不确定他的。我喜欢他，但我无法分辨他究竟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利用我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他问。我想凭借一身医术，四处走走。我说。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我紧张地望向他。他思考。我的呼吸都有些停滞。听说是你救了我？他忽然道。是。我说。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那我只好以身相许了。他脸上装作无奈的样子。我扑哧一声笑了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怎么哭了？他为我逝去，因为太欢喜了，欢喜到自己的心都在雀跃，欢喜到情不自禁流泪。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妻？他微微弯腰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地问我。我胸中情绪翻涌，对他道，我好像早就答应过了。他一把把我揽入怀中，我听着他胸腔的震颤，与我的心跳和鸣。太子哥哥，我深情呼唤。还叫我太子哥哥？他无情打断。也对，他早就已经不是太子了。我想了想。陆云深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他思索片刻。从第一眼。从第一眼，梅花树下，你选中我最爱的花灯开始，我就喜欢你了。番外3，谣言又起。京中最近奇事不断，新皇上位，各位有功之臣都是将女儿送入宫中，却又纷纷接了回来。那些女子对宫中之事讳莫如深，绝口不提，好像要隐藏什么秘密。只是随着时间推移，还是有只言片语流出。听说新皇性情残暴，
动不动就殴打嫔妃。听说新皇冷漠无情，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。听说新皇好像身体还不行，对后宫人从不照醒。以上传言说的有根有底，不像空穴来风。证据就是在众嫔妃出宫之前，皇上纳了一位皇贵妃。这位皇贵妃大家都知晓，是罪臣林升的女儿林婉。圣上当年向先帝求娶她之事，可是闹得沸沸扬扬，圣上对她可谓一片真心了。可是即使是这位皇贵妃，进宫短短一段时间，却也是恳请离宫，让众人不得不加深了猜想，莫不是因为圣上自觉身体不行，不忍委屈了她，这才忍痛放她离开。但紧接着，圣上封了一位皇后，这皇后大家也都认得，是前太子的未婚妻宁馨。早先就有传闻，圣上还是皇子之时，便与太傅府这位宁小姐之间有嫌隙。后宁小姐成为前太子的未婚妻，圣上又与前太子敌对。前太子身死，圣上继位，纳她入宫。当时大家便都不看好，任谁也想得出，圣上将她纳入宫中，并不是喜欢她，很有可能是为了折磨她。果然如同众人所料，圣上将所有功臣之女放出宫，却独独不放她，还将她封为皇后。这岂不就是让她留在身边守活寡吗？一时间，流言如暗潮，涌动在城中。大家津津乐道的同时，也开始担心起皇室后嗣。正讨论到是要从其他王爷那边过继呢，还是以后皇位干脆传给某个王爷。结果又传来消息，皇后娘娘有了身孕，全城沸腾。沸腾的同时还有些意兴阑珊，所以大家八卦了这么久的都是谣言呗。众人纷纷觉得自己的感情遭到了戏耍，又将目光放到了被接回家的几个姑娘身上。于是又有爆料，关于皇上的那几个不靠谱的传言，竟然是从当时的宁常在，现在的皇后娘娘嘴里传出来的。被接回家的姑娘们恨恨地绞着帕子痛哭，还以为她多么好心，原来是想独霸皇上。这爆料引起的自然又是一片哗然，众人纷纷叹息皇后娘娘心机之深，深不见底，竟然想到用这种法子独占后宫。重要的是，她竟然还成功了。从与圣上仇视敌对，到成为后宫专宠，不知她心路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。单看她这个从区区常在爬上皇后之位的手段与过程，还蛮励志的。众人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。但与此同时，有些人的心思也活络起来。皇后不是怀孕了吗？那岂不是意味着这也是机会？于是朝臣向圣上进言，现如今圣上后宫只有皇后一人，皇后怀有身孕，恐怕无法伺候皇上，不如再次选秀，扩充后宫。本以为这个建议皇上很快会采纳，却不想皇上深深叹了一口气。唉，不是朕不想充纳后宫，只是皇后善妒。进了宫的姑娘皇后也容不下他们，与其让他们遭受，朕实在不忍心呐。群臣泪眼汪汪，都叹息这真是个温柔善良的好皇上。于是皇上善良，皇后善妒这两个关键词又流传在京城的大街小巷。但这样终归不是办法。皇后独占后宫是事实，大臣们想要塞人进后宫也是事实。一人向皇上提议，不如等皇后生了孩子就把她废了吧。皇上一个眼刀飞过来，那人感觉自己立刻要死了。第二天他便被派去了边疆考察，此事再无人敢议，但不影响流言四起，而且越传越离谱。有人说皇后娘娘给皇上灌了迷魂汤，皇上除了她已经看不见别的女人。有人说皇后娘娘会媚术，才使得皇上如此鬼迷心窍。诸如此类。此时皇宫，宁馨听着翠儿给她汇报的流言，气得一拍桌子，茶杯歪倒，里面的水洒出来。翠儿正要去擦，却有一个身影比她更快。陆云剑大步走来，迅速将宁馨抱开，又从怀里掏出帕子给她擦擦。有着身孕呢，怎么发这么大火呀？他一边擦一边道。宁馨敲了他一下，怒道：你对外边乱说什么？谁擅妒了？陆云剑笑：你不擅妒，那我再召几个人进宫。你敢？宁馨吼。陆云剑笑得更厉害了，他从背后环住宁馨，手放在她隆起的腹部，在她耳边慢慢道：如果不这样说，大臣们又要张罗着选秀，
毕竟我根基尚浅。朝堂还指望着他们，不好直接拒绝。倒不是怕得罪他们，只是怕麻烦。宁心脸色这才缓和，嘴上却不饶人。你拿我当挡箭牌？陆云剑搂着他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磨磨蹭蹭。是啊，你可得保护好我。宁心一推他，撒什么娇？又看到他拿在手里的帕子，这帕子怎么这么眼熟？拿起来看，上好的绸缎，4个角上已摩擦起了边，中间一个樱桃的图案，看起来有些年份了。陆云见道：“这是你的啊？”思绪回转，想起那年梅花树下，一个脸红红的小姑娘用帕子包着点心向他道歉。他吃了一口，好甜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